你是不是也发现身边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明明学佛了，甚至严格吃全素，吃了很多年，但他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好。你可能会看到他身体还是一堆毛病，家庭关系搞得很僵，脾气更是暴躁得像一颗未爆弹，动不动就看人不顺眼。你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被教导要慈悲，要不杀生，多吃素可以累积深厚的福报。照理说，在漫长的岁月里坚持吃素，这样的大善人，人生应该会越来越顺遂，未来充满光明才对呀。然而，在修行圈里却悄悄流传着一个令人震惊，甚至完全颠覆认知的说法。这个说法甚至被冠上是近代禅宗大德虚云老和尚临终前的严厉警示，那就是吃素越多，福报反而可能越少。甚至有人说，只要在吃素的时候，你不小心做错了一件事，不仅前面累积的功德全部归零，还会招致可怕的恶果，甚至堕入恶道。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难道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善行，其实都做白工了吗？甚至反而会把我们推向深渊吗？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底层逻辑？那件绝对不能做错的事，又到底是什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佛陀的智慧世界。这支影片，我们不谈艰涩的理论，也不通篇说教，我们将透过古老的对话，帮你解开这个看似矛盾却无比重要的修行真相。如果你也正在吃素，或者渴望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平静与解药，请一定要跟着我看到最后，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彻底改变你下半辈子的命运。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2500多年前的古印度，那是一个阳光洒落、微风徐徐的午后，在舍卫国的番树给孤独园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让人感到无比的宁静。佛陀正端坐在法座上，慈悲地看着底下的弟子们，为大家讲解着宇宙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业力法则。就在大家听得入神的时候，人群中缓缓站起了一位老人家，大家都认识他，他叫善行长者，人如其名，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在当地，他可是出了名的大善人，常年严格吃素，从不间断，平时也热心布施，供养三宝。但是今天这位老爷爷的脸上却没有平时那种祥和，反而眉头深锁，眼神里写满了焦虑与不安。他走到佛陀面前，恭恭敬敬地顶礼，然后用微微发抖的声音问：世尊，弟子心里有一个大大的解不开的结，我听您的话，深知杀生有多可怕，所以我坚持吃素，连一只小虫子都不敢伤害。我本以为只要这样乖乖听话，不结怨，多行善，我的福报就会像存钱一样，越存越多。长者顿了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可是最近我却听到一个说法，说有些人吃素吃得比谁都严格，但生活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一团糟，烦恼一堆。甚至有人说，如果吃素的时候犯了某个错误，不但没有功德，还会招来可怕的果报。世尊，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连吃素这么善良的事情都会出错，那我们修行的路岂不是到处都是陷阱吗？佛陀静静地听完，眼神温柔的就像能包容全宇宙。他微微点了点头，表示完全理解善行长者的委屈与困惑。接着佛陀用如同清泉般平静的声音，缓缓地说出了一段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撼不已的话。这段话也道出了整个修行体系里最核心的底层逻辑。
佛陀说，善行啊，你问得很好，你听到的那些传言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但如果你没有真正听懂，就会从一个极端掉进另一个极端。佛陀首先肯定了他发心吃素，是因为你不忍心看到动物受苦，这份慈悲心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善念，能够常年坚持下来非常难得。从因果上来看，你没有造下杀业，自然就远离了病痛与短命的果报，这是你种下的善因。听到这里，长者稍微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佛陀话锋一转，语气变得非常郑重。但是任何一种修行，包含我们今天讲的吃素，它的功德到底有多大，到底是积福还是造业，从来都不取决于你表面上做了什么动作，更重要的是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听到这里，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现代人很容易有一种迷思，喜欢把佛法当成超级市场的集点卡，以为我今天吃了一盘青菜，佛菩萨就会帮我盖一个好宝宝章，吃了1年素，我就能兑换一个顺遂的人生。佛陀在这里直接对我们进行了降维打击，他告诉我们，行为就像是一个精美的杯子，而我们的心念就是杯子里装的水。你拿着一个纯金打造的杯子，也就是吃素这个好行为，看起来很神圣，很了不起。可是如果你在杯子里装满了致命的毒药，也就是不善的心念，你喝下去能保命吗？肯定是不行的。佛陀看着长者，一字一句地说，所以那个传言里说的吃素吃错了一件事，甚至会堕入恶道，指的并不是吃青菜这个动作有罪，而是人在吃素的过程里，不知不觉让心里长出了可怕的毒草。这些毒草产生的毒性远远超过了吃素累积的那一点点福报。这时候底下的弟子们全都屏气凝神，有位年轻的出家人忍不住开口问了，世尊，到底是什么样的毒草，竟然这么可怕，能把吃素的功德全部毁掉呢？佛陀环视着众人，开始了深度的剖析。他说，有3种最常见也最致命的心态，就是修行人最容易踩到的地雷。到底有哪些地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佛陀伸出一根手指，点出了第一颗毒草。这也是我们现代修行人最容易犯、最常见的毛病，叫做我慢高举，轻视他人。什么是我慢？说白了，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佛陀解释说，有些人开始吃素之后，心里就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他觉得自己比那些还在吃肉的人亲近，比别人高尚，觉得自己才是真正在修行。只要看到别人吃肉，他心里就升起鄙视，甚至会公开指责、嘲讽对方。我们把画面拉回现代，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过年了，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地围在桌前吃团圆饭。桌上有你爱吃的素菜，也有其他家人准备的荤菜。这时候，桌上有一个吃素长达10年的长辈，他看着大家夹起一块肉，眉头立刻皱了起来，满脸嫌弃地说，哎呀，你们这些人业障真是太重了，怎么还在吃众生的肉呢？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将来肯定是要堕落的。这话一出，原本热络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大家面面相觑，这顿饭谁还吃得下去呢？你看，这位长辈把吃素当成了一种高级的身份标签，当成了一把用来评判、攻击别人的道德尺规。佛陀严肃地说，这种心态就是修行的大忌。佛经里有一句话，慢如高山，不生功德之水。意思是说，当一个人的心充满了傲慢，
就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老天爷下多少功德的雨水，都会顺着山坡流走，一滴也存不下来。当你因为自己吃素而生起傲慢，看不起别人的时候，请问你的慈悲心在哪里？真正的慈悲是看到众生受苦而感到心疼，是想要帮助大家一起变好，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指责别人，去撕裂感情。你用吃素这个行为来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这不仅没有功德，反而是在造作严重的口业跟意业，种下了与人不和、轻视别人的恶因。这种傲慢心就像一把猛烈的火，佛家常说火烧功德林，只要脾气一来，傲慢一升起，你吃素好几年累积的那一点点功德，瞬间就被烧得一干二净了。为了让大家更明白，佛陀说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过去，有一位修行者，他非常认真，守戒律守得很严格，常年吃全素，打坐也有了一点境界。因为这样，他心里非常自豪，觉得方圆100里之内就属他最有修行。每次他下山，看到那些生活方式跟他不一样，还在吃肉的村民，他的眼神里总是流露着不屑。他常在心里冷哼，这些愚痴的人啊，将来必定受苦。只有像我这样亲近修行的人，死后才能升到极乐的善处。他每天在饮食上严格把关，却完全忽略了要培养内心的谦卑，以及对众生平等的尊重。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这位修行者过世之后，因为他带着极度强烈的我慢习气，以及对他人缺乏真正的慈悲，他不仅没有如愿升到美好的善处，反而投身到了一个环境非常恶劣，经常被别人轻视跟欺负的地方。这就是他过去傲慢习气所结下的真实果报。听完佛陀讲的这个故事，现场一片死寂，许多弟子都默默地低下了头，若有所思。善行长者更是面露惭愧之色，脸都红了，因为他回想起自己平时走在街上，看到卖肉的摊贩，或者看到大口吃肉的邻居，心里确实偶尔会闪过一丝丝的鄙视与骄傲。直到这一刻，他才惊觉，原来自己沾沾自喜的微小优越感，竟然是足以毁灭福报的致命毒药。紧接着，佛陀指出了第二颗会毁掉福报的毒草，这颗毒草叫做执着于相，缺乏真情。佛陀的语气变得有些沉重，他说，有些人吃素，并不是发自内心深处对生命的慈悲，他可能只是因为害怕果报，或者是为了追求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甚至只是为了在修行团体里博取一个我很精进，是个大修行人的好名声。他们在形式上确实做到了滴肉不沾，可是他的内心对于众生的苦难却完全没有真实的感受。这让我们联想到现代社会中一种非常典型的无情的修行人。大家不妨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境，有一位大老板，他学佛很多年了，吃全素吃得极度严格，他的锅碗瓢盆绝对不能沾到一点点荤腥，如果不小心吃到一点点葱蒜，他会立刻大发雷霆，把餐厅服务生骂得狗血淋头。在餐桌上，他看起来无比清净，一尘不染。可是当他回到公司，他对待员工却是出了名的苛刻。他无情地压榨员工的劳动力，就算员工家里发生变故，急需请假，他也只会冷冷地回一句，公司规定就是这样，不满意就走人。他对待身边亲友的疾苦总是视而不见，在言语上更是尖酸刻薄，极度自私。你看，这样的人，他对餐桌上的肉食
避之唯恐不及，却对活生生的人间疾苦漠不关心。佛陀说，这样的吃素就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他仅仅是做到了嘴巴上的不吃，却没有做到心里的慈悲。他深深执着于吃素这个外在的表象，却完全忽略了吃素背后真正的精神内涵，那就是培养慈悲与喜舍的心。这时候，佛陀加重了语气，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也非常贴切的比喻。佛陀说，有些人虽然吃素，但是脾气暴躁，嗔恨心极重，整天跟人吵架，口出恶言，或者内心贪婪，一毛不拔，看到别人有困难也绝对不愿意伸出援手，甚至愚痴颠倒，不明事理。你想想看，一个人就算他这辈子吃素吃到老，但他心里装满了贪婪、嗔恨、愚痴、傲慢跟怀疑，这些强大的五毒恶业，难道是他吃几口青菜就能抵挡得住的吗？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像是一个人，他每天都拿着抹布，非常认真地打扫房间里的一个小角落，这个角落被打扫得闪闪发光，这个角落就是吃素。可是他同时却在房间的另外3个角落不断地倾倒发臭的垃圾，甚至还到处放火，这就是他在生活中造作的贪嗔痴等恶业。请问大家，这个房间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会变得干净舒适，还是会变得污秽不堪，甚至整栋被大火烧毁呢？答案很明显，如果一个人只执着于我今天没有吃肉这个外在的行为，却忘记了修行真正的目的是要净化内心，断除烦恼，培养真正的慈悲与真情，那么他的福报不但很难增长，反而会因为其他更严重的恶业把福德消耗殆尽。一个人如果嗔恨心、嫉妒心、害人之心特别重，那就算他把素食吃得再干净，也是无法阻挡业力牵引的。佛陀接着点出了第3棵毒草，这棵毒草的破坏力极强，叫做断章取义，诽谤他人。佛陀环视着众人，语重心长地说，有些人学佛了，或者开始吃素之后，读了几本经书，听了几场开示，就觉得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绝对真理。他们会紧紧抓住经典里面的某一句话，例如强调吃素有多重要，然后就把这句话当成一把尚方宝剑去衡量，去否定所有没有吃素的人。这在我们现代的网络社会简直太常见了。你一定看过这种现象，在一些社群或者影片底下的留言区，总会有一些人，我们称他们为网络卫道士或者宗教键盘侠。他们一看到有人分享不吃素的经历，或者某个修行团体没有严格规定吃素，就会立刻跳出来破口大骂。他们会劈头就说，你不吃素，你将来就是要下地狱的，或者说某某法师居然还吃肉，他肯定是假修行，是骗人的魔。他们用极度激烈的言辞去攻击那些可能因为身体虚弱、环境限制或者修行法门不同，而暂时没办法立刻吃全素的修行人。佛陀说，这种行为不仅犯了前面说的我慢的毛病，更严重的是他们正在造下极度可怕的口业与谤法的恶业。要知道，佛法是无比广大、无比包容的。佛陀讲了84000个法门，是为了接引各种不同根基、不同处境的众生。慈悲不杀生当然是根本原则，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上，佛陀是非常有智慧、非常讲究善巧方便的。例如，在古印度那个年代，僧人是托钵乞食的，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根本没有挑剔的权利。所以佛陀曾经慈悲允许，在特定的情况下
是可以食用三净肉的。什么是三净肉？就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己杀。对于一些初学者或者身体真的特别虚弱的人，佛法也强调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步登天。佛陀严厉地警告，如果你根本不了解这些复杂的时空背景，也不懂佛法的慈悲方便，就拿着自己狭隘的理解去随意评判、指责，甚至诽谤他人，尤其是去诽谤那些真正有修行的善知识，这个罪过大到你无法想象。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因为你的随意批评不仅深深伤害了对方，更可怕的是，你可能会让旁边观看的人对佛法失去信心。你等于是断送了别人学习正法的机会，佛家称之为断人慧命。这种阻碍别人觉悟的恶业，远远比吃几口肉的罪过还要严重千百倍。如果一个人虽然满嘴吃着干净的素食，但每天却在网络上，在私底下不断地造作这种诽谤他人的口业，那么他不但累积不了福报，反而会因为诽谤的重罪招来极大的灾祸。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佛陀的这番开示就像是一盆冷水，狠狠地浇醒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原来吃素这件看似简单无害的善行背后，竟然隐藏着这么多需要时刻警惕的心地功夫。这时候的善行长者已经是满头大汗，他双腿一软，再次深深地跪在佛陀面前，声音里甚至带着颤抖。他哽咽地说：世尊，弟子真的太愚昧了。听完您今天的开示，我才知道，原来我过去在吃素的时候，常常不知不觉就犯下了傲慢的过失，心里也曾经偷偷轻视过别人。弟子差一点点，就因为做了一件小小的善事，却造下了滔天的大恶业。如果不是世尊今天及时点醒，我恐怕还在沾沾自喜，一步步走向深渊啊！长者抬起头，眼里闪烁着泪光。弟子终于明白了，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为了跟别人比较，也不是为了争个高下。这时候，人群中另一位弟子站了起来，他恭敬地合掌，问出了我们所有人心里最想问的问题。他说：世尊，既然我们的心念这么容易出错，那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吃素呢？我们该怎么做才能确保这份善行能真正的累积福报，而不是走向反面呢？佛陀微笑着给出了非常清晰的指引。他说，要发心纯正，要把吃素当成培养慈悲的行动，而不是交换福报的筹码。要保持谦卑，不要去轻视别人，要内外一致，不能嘴上不吃肉，心里却满是贪嗔痴。各位朋友，佛家常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要你躲到深山老林里去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而是在我们每天柴米油盐人际往来的日常生活中去锻炼我们的心。为了让大家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在生活中实践，我把佛陀的智慧转化为3个微小却力量强大的日常修行清单。步骤非常简单，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做。第一个微行动，餐前1分钟的觉察与感恩。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吃全素，还是正在努力少吃肉的路上，从今天起，当你坐在餐桌前准备动筷子之前，请先给自己1分钟的停顿，不要急着滑手机，也不要马上狼吞虎咽。看着你眼前的食物，不管是青菜豆腐还是任何食物，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一句：感恩这一切的因缘和合，让我今天有一顿温饱。如果你吃的是素食，请在心里轻轻地发一个善念，愿这份没有杀戮的清净
能长养我内心的慈悲，愿所有众生都能远离痛苦。这个动作为什么有效？因为它能瞬间把你的心从执着于食物的好吃与否，拉回到感恩与慈悲的频率上。当你带着感恩的心去吃每一口饭，你的那一餐就不是在消耗福报，而是在累积功德。第二个微行动，不见他人过的说话练习。我们前面说过，我慢与评判是毁掉福报的两大杀手，所以这个练习就是要我们管住自己的嘴，更是管住自己的心。明天开始，当你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你不一样，或者他们正在做一些你不认同的事情，例如他们在大口吃肉，或者做了某些错事，当你心里那股想要批评、想要指责的冲动涌上来时，请你立刻深呼吸，把已经到嘴边的你怎么这样，你业障真重，硬生生地吞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你在心里默默地对他送上一个祝福。每个人的因缘不同，愿他也能早日找到内心的平静。如果你真的忍不住想开口，请把批评换成关心。例如，不要说你吃那么多肉会下地狱，而是改说最近天气变化大，多吃点蔬菜对身体比较好哦。记住，不见他人过，只见自己飞。当你停止了对别人的评判，你就是在给自己的福德银行存入了一大笔无形的财富。第三个微行动，睡前3分钟的清心观想。我们在外面忙碌了一整天，心里难免会沾染各种灰尘。可能今天老板骂了你，让你心生嗔恨；可能今天你看到别人开好车，让你心生嫉妒；又或者你今天因为自己守戒守得很好，心生了一丝丝的傲慢。没关系，这些都是凡夫俗子的正常反应。关键是我们不要让这些毒素留在心里过夜。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花3分钟的时间，像看电影一样快速回顾一下自己今天的心念。问问自己，我今天有生气吗？我今天有看不起别人吗？我今天有说了伤人的话吗？如果发现有，请在心里轻轻地说一句，对不起，我今天的心念没有看好。愿这些贪嗔痴的烦恼都能随着今天的结束而消散。然后想象一道温暖的柔光从你的头顶慢慢往下洗刷，把今天所有的傲慢、嫉妒、冷漠跟生气全部冲洗干净，带着一颗清清静静、充满包容的心入睡。明天醒来，你又是一个全新的慈悲的修行人。只要你能把这3个小小的行动融入到你的生活里，那么你走的每一步，你吃的每一口饭，都在长养你的慈悲，都在稳固你的福德。这才是真正的修行，才是真正的把生活变成了道场。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传达一个最重要的观念。真正的吃素，从来都不是嘴巴上的清净而已，更是心地的清净。佛陀在2500多年前的这番开示，就像一盏温暖的明灯，彻底驱散了我们心里的迷雾。原来问题的关键一直都不在于吃素这个动作，而在于我们的那颗心。一颗充满傲慢、喜欢评判、冷漠无情的心，就算披上再华丽的修行外衣，吃得再严格、再干净，也没有办法掩盖内在的贫乏，甚至还会招来不好的果报。但是，如果你拥有一颗慈悲、谦卑、真诚且包容的心，那么，即便你只是一个最平凡的普通人，即便你因为环境限制无法吃全素，你在生活中做的每一个微小的善行，
都能绽放出无量无边的功德光芒。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在这条修心的漫漫长路上，难免会跌倒，难免会生气，难免偶尔会升起一丝丝的傲慢与嫉妒。请记得，这都没有关系的。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也不要对别人太严厉。佛法是为了让我们解脱烦恼，而不是为了给我们套上更沉重的枷锁。真正的修行是心地的革命，是内在品质的提升。当你发现自己的念头偏了，不要气馁，轻轻地把它拉回来就好。用觉察代替指责，用包容代替对抗。只要我们愿意时时刻刻反观自己的内心，警惕那些傲慢与冷漠的陷阱，用最真诚、最温柔的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那么你所走的每一步都会是坦途，你所经历的每一天都在为自己累积真正的福慧资粮。你绝对不需要担心福报会减少，更不用担心会堕落，因为一个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懂得谦卑的人，他本身就是人间最大的福报。在影片的最后，我想邀请荧幕前充满善根的你，和我一起做一件非常微小却充满力量的事情。请你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你今天的一句善言，或者是一段祈福。你可以写下愿我的家人平安健康，也可以写下愿所有众生远离痛苦，获得平静，甚至只是一句简单的愿大家喜乐，感恩今天的相遇。千万不要小看这短短几个字的力量窝。当我们几千人、几万人都在这个留言区写下善念的时候，这里就会汇聚成一个极度强大、无比温暖的正向磁场。这个善的磁场不仅会化为深深的祝福，回向给你自己和你的家人，更会像冬日里的暖阳一样，温暖每一个点进来看这支影片。可能正在经历低谷的有缘人，让我们的每一次动念都成为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的一束光。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走过这段充满智慧的旅程。愿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内心安定，充满喜悦，福慧双修。我们下支影片再见。